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由日本山叶雅马哈他们所最新推出的入门级串流扩大机 RN600A。那我必须要说的是，这台 RN600A 在未来的几年内，一定会是这种刚入门音响的观众朋友，你一定会考虑的一台好机器哦。好啦。那在之前的影片，其实我已经有开箱过雅马哈他们家比较高阶的3万多元的 RN800A， 以及这个4万多块的 RN1000A 哦。但是其实我一直对这两台的价位带我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看，以一个入门级的音响来讲，我觉得它的扩大机的价位应该要落在2万多元。因为以 RN800A 啊，它3万多元的价位，如果你要去配一对喇叭，那你喇叭大概也要配个2-3万块吧？你配个3万块的喇叭，其实你整个组合的总价就来到6万多元。6万多元对比隔壁家的 Soundbar 产品，你对比的是什么样的产品？你对比到会是 Sony 他们家比较高阶的，应该说就是旗舰的 HT-A9， 再加上一颗小型的重低音，同样也是6万多元。那我知道很多的观众朋友，你常常看网络上在讨论说，你要买音响还是要买 Soundbar？很多人都在推说啊，你应该要去买这个音响，你不要去买Soundbar。但是我常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多的一个消费者，就是观众朋友，他来到我们门市，他说，我想要听，我也想要听音乐，我也喜欢看电影，我也喜欢想要买一个好的音响，但是我预算呢就只有3万元出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大多数的时间你是没有选择的。那你看这网络上的讨论，我举个例子，这常常就好像是说，你跟朋友在讲说，我们现在有100万，我要買什麼車？我要買 RAV4， 然后我要買Kuga， 然后我要買這個 CRV。這個時候呢，你的一位朋友就進來就說，你這3台你都不要買，我有一個更好的選擇，這樣。那這時候你就會舉手作揖說，請問這個你有什麼樣的高見呢？可否指教一下？這樣。然後你的朋友就會說，我跟你講，你現在有一個好的選擇，就是你花300多萬去買那個保時捷的 Macan 這樣。然後你講完，就是你的朋友講完這種話，然後大家就沉默不語了，這樣子。就是很多時候音響跟 Soundbar，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常常都是拿張飛去打岳飛，就講說啊，那個音響多好聽啊，多好聽啊。然後那個 Soundbar 我聽過都超爛的這樣子。然後你問他說他用什麼樣的音響，他說我用大概10幾萬我用20-30萬那個 B&W 的音響組合這樣子。然後你再問他說，那你聽的是什麼 Soundbar？我就聽那個2-3萬塊的那個入門的 Soundbar。那你說這種比較它會有實際上的意義嗎？好，所以回過頭來講，我覺得一個入門級的串流綜合擴大機音響用的2萬多塊作為入門的價格，為什麼要這樣子？因為你想想看，你2萬多元的擴大機，假如說你今天配一個1萬出頭、1萬多元，或者是說接近2萬塊的喇叭，你的整體的價位也許還可以控制在3-4萬。你控制在3-4萬的話，以現在的 Soundbar 來講，以山葉他們家的雅馬哈的那個 X50A， 它的整個組合包含後環繞也是在3萬出頭嘛。那你這樣去對比的話，才會有一個基準點，它比較有意義。因為假如說你今天你是愛聽音樂的朋友，你可能就比較偏好音響，那你比較愛看電影，你就偏好 Soundbar 嘛。那你2萬多元的這個擴大機，如果你往上搭，你搭到一些3-4萬塊錢的喇叭，那這個時候，那你對標那個 Soundbar， 還有同樣的產品，就是假如說5-6萬塊的旗艦 Soundbar， 那這樣你比較起來，其實你才會真正的了解你的需求，就是說，我在我的有限的預算帶內，我到底是要買這個音響，還是我要買一個有環繞系統的 Soundbar 呢？所以我覺得，RN600A 的出現它實際上的意義，當然不是說它很便宜CP 值很高，就僅止於這樣子而已。我覺得它給更多人是，它帶來一個實際上意義，是說讓更多人也可以花到不用那麼多的錢，然後去享受到非常好的音樂，然後享受到非常便利的操作，然後以及享有一個算是全球來講，它買起來都還是一個適中的價格。什麼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歐美品牌的音響，它可能在國外的定價是1萬塊錢，但是到台灣呢，可能就要變成2萬塊錢或者是3萬塊錢這樣。但是以日本山葉來講，基本上他們的定價全球都是統一劃一的。
所以你在台湾买这个雅马哈，基本上你不会吃亏太多啦，这样子。就甚至呢，我觉得加上台湾的日本山叶它直营的一些保固、售后维修，其实你在台湾买这个雅马哈，我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好，那可能这时候观众朋友就讲说，那便宜的扩大机又不是现在才有，为什么讲的好像这一台特别厉害、特别神一样？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哦，就是便宜的扩大机当然一直都有，欧美品牌也一直有在做，但是一直以来音响的扩大机它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随着时代在进步。早期那种1-2万块的扩大机啊，他们是只有纯类比输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只有看到红白的接孔，那它第一个这个没办法接电视，然后第二个它连蓝牙的功能都没有。你不要说什么 WiFi， 就它连蓝牙的功能都没有。那你一台没有蓝牙、不能接电视的扩大机，你在现代你要怎么去叫观众朋友去做使用呢？好，那接着可能有些机器要比较进化，它就有蓝牙了。那有蓝牙，然后以及它可以用光纤线去接电视做使用。那有蓝牙、有光纤线，这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我觉得，你当然你都买到音响了，你想要的会是什么？就是你听音乐的时候，我要有好的音质嘛。那如果你是很在乎音质的观众朋友，你就不太会喜欢用蓝牙去传送音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光从规格上来讲，蓝牙它送音乐的规格是比较低的，所以现在以串流音乐的这种各家平台来讲，大部分都有着 CD 等级的音质哦。那你这时候还在用蓝牙传送音乐，等于说你买了一台那个很好的跑车，但是呢，你却只能在菜市场里面开来开去，这样就是你的这个使用的场地限制了你这台车的性能的发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变成说，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啊，我花很多钱我去买音响，但是实际上我没有用到它100%全部的能量这样子。那今天这台 RN600A 呢，其实它有支援 WiFi 的功能，然后也有光纤线可以接电视，然后还有一堆很多的算是附加的功能，所以它实质上的意义就是说，你可以到家，你就用你的 iPhone 手机或者是用你的 Android 手机，利用 Spotify 或者用你的 Apple Music 跟它做对联，然后听到一个最好音质的表现。我觉得这就是 RN600A 所带来一个让更多人可以听到好音乐的一个这种实际上非常有用的意义。好了，那不免俗的还是要来介绍一下 RN600A 的外观哦。首先在它的正前方呢，它跟它的高阶的 RN800A 以及 RN1000A 不一样，在于说它的整个萤幕啊会在正上方，就整个看起来算是非常传统，就大家对音响来讲非常传统的一个感受这样子。然后当然还有音量旋钮，以及呢还有这个 Bass 的 EQ 调整低音的 EQ 旋钮，调整这个人声高音的 Treble 旋钮，然后接着还有一个这个 Balance 左右平衡的平衡旋钮。那最后呢，它有一个这个 Flatness， 算是我觉得把它叫做夜间模式的音量旋钮会比较好去理解。那当然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做一个模式，不是模式选择，作为一个它的那个各个选项的选单的旋钮。然后在它前方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AB 组喇叭的这个按钮。那这个就是说 RN600A 它可以最多接到2组的喇叭啦。那当然之前我在雅马哈其他高阶的机器上面有讲说，哦，这个用意是让你说你可以接，假如说你很爱买喇叭，你可以买2组好喇叭，然后随时交换着听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在入门扩大机上面，这个功能坦白说就比较鸡肋一点，但是它给店家带来的好处是大于实际上消费者所用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像我现在我展示的话，我会接2组喇叭，一组就是所谓的整个组合大概落在可能3-4万块钱，那另外一组的话就是整个价位落在5-6万块。那随时让消费者去做一个切换试听哦，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今天我要入门的这个音响组合，你就听看看3万块、3万多元的这个组合。那你要高阶的5-6万块，我就让你一键做切换，同一首歌做比较。那很多人常常说他听不出来嘛，就是跟那个看电视一样。其实你去展场看电视啊，你每一个品牌电视都播不同的画面啊。其实你不要说你听不出来，你看不出来啊。我去看，我大概率也是看不出来它的细部的差异在哪里。所以只有同时当场的比较，
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出这种价值上的差异，或者是它音质上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好啦，那当然它前方还有一个耳机的接孔，就是你看，把它当一个算是临时电档用的耳廓嘛，这样子。就是虽然大概这种机器它的宽45公分，深度将近40公分，高度15公分，这样的一个体积的大小，你不会把它放在电脑桌前，或你也不会想要拿一个耳机，就半夜在客厅就是插着这个机器听音乐，但是它还是给你了这样的功能呢。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它这样巨大的一个体积，接着来讲到它一个背后的接孔。背后的接孔的话，基本上它维持着雅马哈超级多的这种，就如果我是卖的人我非常喜欢这种机器。为什么？因为客人就假如说我要接黑胶，这台应该不能接吧？然后我就说哦有啊，它可以接黑胶啊。然后客人说我要接我旧的 CD 机，它不能接吧？我说也可以接啊。然后客人就说啊，那我要接蓝光播放机，我要接同轴输入。哦，那它也可以接。然后客人说那我要听那个，我还要听电台，那它不能听电台吧？那不好意思 ，R600 它一样可以听电台。然后最后客人就说，哎，那它不能在外接重低音吧？不好意思 ，R600 也可以外接重低音，所以它就是一台有着这个超多组3组的类比输入，然后可以接黑胶，然后可以给你接2组的光纤输入，可以给你接2组的同轴输入，还可以再给你接一个重低音，然后可以给你接那个电台的天线，然后还可以让你接网路线，或者是透过无线的 WiFi 去连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输入它都支援。好，那这样的一个接孔，基本上你说你会不会有设备就没办法用到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就是它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可以兼容哦。所以它的超高的支援度，然后加上它的这个有 WiFi 简单的操作，我觉得这台机器你要说它入门，你还要去看其他台吗？我觉得就是你一定会优先去考虑它这样子。好，那很多人接着会好奇讲说这台的一个，就我好像没有提到什么这台规格。其实我讲这种音响，后来我不是很喜欢去念一些讲所谓的功率的规格，或是一些什么就是什么它频率响应或什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这么讲好了。你看 RN600A 它讲说它在8欧姆的阻抗下是80瓦的输出，然后假如说它讲说它落到4欧姆的阻抗下，它会剩下60瓦。那如果对比它高阶的这个 RN800A， 就是不管在8欧姆或4欧姆阻抗下都是95瓦。好，这个念出来之后，我跟你讲，我就有遇过消费者就拿了个表说，RN800A 跟 RN600A 差在哪里？这个瓦数这样是什么意义？就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不管你懂音响或不懂音响，你是没办法从这个数据上去看到、去感觉声音有什么样的差异的。但基本上你把握着一个大原则啊，就是瓦数比较低的机器，它在推同样一对喇叭的时候，它的低音会比较弱，这样这是一个算是通则。但是呢，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阻抗瓦数这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喇叭的阻抗其实它不是恒定的。如果你有看过一个单体的阻抗规格图，你就会发现说，阻抗当然在低的频率的时候，大部分状态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也许在几百赫兹的这个频段，它也会落到一个比较低的算是阻抗值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你推力比较推力瓦数比较低的这种扩大机，它不只有在低音其实在你的一些人声啊，就整个状态下都会比较影响这样子。好，所以讲重点就是观众朋友最关心一点就是说，好，我今天我在选的时候，我 RN600A、RN800A、RN1000A 这3台机器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来做一个非常快速的总结，就是说，基本上 RN600A 跟 RN800A 最大的差异在于说有几点我有做一个这个小笔记，把它们全部列出来。第一个在于说 RN800A 它有着这个 USB DAC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接电脑。那就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啊，因为这么大台机器，你说放在电脑桌前，就是它可能比较大了一点这样。但当然不讳言，就是说 RN800A 如果接电脑，然后再接一对被动式喇叭，我敢说这个是世界上算是
你应该说它是奢华的一个电脑喇叭组合，这个是非常不为过的事情啦。那接着 RN600A 它没有这个电源线更换的功能，就是说 RN600A 的电源线是原生的，就长在它的机器的上面，你是不能换的。但 RN800A 你可以更换，那这个也属于那种就是音响发烧友的一点小乐趣，就是你可以换发烧的电源线，2-3千块的电源线，那玩起来有乐趣。但我觉得是在入门级的扩大机来讲是不需要的功能。好，那接着 RN600A 它没有这个12伏联动的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有一些机器上面，他们有这个12伏联动的接孔，你把它们用这个线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开机跟一起关机。但是入门级的串流扩大机，基本上你使用的大部分的场景，你只会有一台机器，就是 RN600A， 你不会跟什么其他的什么前级后级去做配合，所以我觉得没有12伏联动，这也是不重要的。好，另外 RN600A 的 DAC 晶片跟 RN800A、RN1000A 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时候我看资料，RN600A 是用比较低阶的这个9010，但是我觉得这依然不是重点，就是比较便宜的扩大机用比较便宜的晶片，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预想得到这样。好了，那最后一个这个 RN600A 它没有空间校正，就自动音场校正的功能，但这个我觉得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影响，但是你看它今天有价差嘛，所以有就好像你说比较贵的车子还有自动驾驶，比较便宜的车子没有自动驾驶，这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后，而且我建议大家说，如果你用这台 RN600A， 我大部分的状况下我会开启它的一个 Pure Direct 的模式，就是直通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今天比较入门的扩大机，它的本身的音质表现啊，就你加了 EQ 之后，像 RN600A 我加了 EQ 之后，我觉得其实它的细节来讲是变得比较雾的，就是以入门级的音响来讲，我是不太喜欢再加 EQ 了，我就是直接用它的直通的模式去呈现一个它最高性能的展现哦。但当然 EQ 的功能或左右平衡 balance 的功能，你说有没有极端的场合需要用到？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来门市试听之后再家里面买回去以后在家里面听听看，有问题的话问一下跟你买的那个店家，就是专业的店家应该是要可以给你一些实质上的建议的哦。这样，好啦，那讲了那么多硬体上的不同点之后，最后再讲说就是音色上的感受 ，RN600A 还有 RN800A 的差异哦。哦，对了，在讲这个音色上差异之前，我觉得干脆就让大家来直接听一段 RN600A 配上就是目前我精选的2对喇叭，让大家听一下这个音响跟 Soundbar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就来听一下吧。例えば君の顔に昔よりシワが増えてもそれでもいいんだ僕がギターを思うように弾けなくなっても心の歌は君で溢れているよ高い声も出せずに思い通り歌えないそれでもうなず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な割れんばかりの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君の顔に昔よりシワが増えてもそれでもいいんだ僕がギターを思うように弾けなくなっても心の歌は君で溢れているよ高い声も出せずに思い通り歌えないそれでもうなず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な割れんばかりの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
去观察，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察，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啊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啊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啊耶，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啊耶，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啊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啊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啊耶，还有你姑娘。
那听完 RN600A 的试听片段之后，就来讲一下 RN600A 跟 RN800A 音色上的一个差异哦，以及如果你是消费者，你要怎么去选哦。那我必须老实讲，我刚刚讲了那么多 RN600A 跟 RN800A 一个硬体上的差异哦，我相信很多人他还是觉得说，那到底要怎么选这样？那我今天我的需求就是，就是用串流扩大机接电视，然后简单听个音乐，那我要怎么选？那我必须老实要讲的是说，如果今天是我啊，我会选择 RN600A 而不是 RN800A。两者在音色上的差异，我觉得说，当然你说低频会有差，但是然后人声的厚度也会差一点点。那我觉得整个空间空气感也会差一点点。但是所谓的低频有差，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就是你这个价位的扩大机啊，你大部分搭配的是所谓的书架型的喇叭。那书架型的喇叭其实相对来讲，你在扩大机的瓦数上面，我觉得它并不会那么的一个挑剔。就是说我用 RN800A， 我用 RN600A 两者去推的话，低音是有差，但是那个差异，坦白讲，在考虑上两台的差价，我觉得如果是我啦，我会选择 RN600A 去配，甚至配更好的，我会把那个差价，扩大机的差价补在喇叭上面，而不是去选择 RN800A。但是如果今天你是要接电脑的这个观众朋友，你就是一定要买 RN800A， 因为它有 USB DAC 的输入。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玩空间校正，或者是说你的空间啊，加上配上你的喇叭。那个声音你觉得怎么调整、怎么摆放，声音都非常奇怪，那你可能会需要这个空间校正的一个帮忙。但是我觉得在大部分的状况下，大家应该是没有那么极端这样子。所以就是结论就是讲说，我觉得 RN600A 啊，它是这些年来我少数我蛮期待的一个音响产品。就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我们就是每天都期待说有什么高阶产品，有什么旗舰产品，就是又创造什么一个创纪录的表现啊。这样看我们常常在开箱一些很贵的电视啊，或者是高阶的soundbar。但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高阶的东西，当然它有所突破，会让我自己本身很兴奋。但是像 RN600A 这种东西的出现，我会觉得更开心的是说，这种东西它可以让更多喜欢音乐的人，他可以听到好的声音，而不用因为说他今天的预算有限，他就不管是在方便性上，或者是在音质上，他就必须要做很大的一个牺牲。就是你可能很喜欢听音乐，那你不是很喜欢soundbar的感觉，但是因为你的预算在内是没办法去凑成一套音响的，那你就只能去买soundbar，那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贵的产品永远当然都是有钱的人他们会去玩嘛，会去买嘛。但是我觉得推动这种听音乐的风气来讲，其实还是所谓比较平时、价格比较平易近人的器材，他们可以带来更多人，就是给更多人带来幸福，给更多人带来欢乐。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卖这种，反而比较喜欢卖这种平价器材的原因了。这样子，好。所以最后讲一下，就是说，以目前我的展示的重点来讲，我觉得我非常的简单，我就分成两个逻辑。我soundbar的话，当然很多都有摆嘛，但是我通常客人一进来，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是听音乐多还是看电影多？那假如说客人说他听音乐多，我就问他说，那你听音乐多的话，你都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客人就说我听古典音乐啊，我听什么音乐啊这样子。好。那就会讲说，那你以前有听过这个音响吗？大部分客人都是说没有啦，这样子。那这我跟他说，好，那你先听一下这个，因为你听音乐多嘛，所以你先听一下音响。这个也要看你的预算，只要预算只有3万多，就听3万多的声音；那有6万多就可以听到6万多的组合哦。那你听完之后，你再听soundbar。那同时呢，我也播放这个soundbar有环绕感受的表现，给你看一些电影。最后让客人自己去思考说，你平常的使用的场景，你到底是用听音乐多，然后
你要好的音质呢，还是说你听音乐、看电影都会有一定的比例，然后你想要有环绕的表现？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一个实际的展示，很多客人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说，哦，音响跟 soundbar、环绕跟音乐这些东西它的实际的差异到底在哪里，以及藉由这样子来回的试听啊，然后客人的藉由这种对谈啊，客人可以更确立的是说他的一个喜好、他的需求、他对音质的要求的水准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在全台湾应该很难找到说同时有 soundbar 然后那么多价位，同时也有音响，然后还有对应的价位，然后卖东西的时候，这个人的就是接待的，像我们都会比较客观的跟你做分析。为什么？因为一般假如说网络上有的他是卖soundbar的店家嘛，那当然不需要你买音响，他就跟你讲说啊，soundbar有环绕啊，什么音响都没有环绕，两只喇叭卖那么贵啊，买这个喇叭很笨很盘这样子。那卖音响的店家自然有的他也不希望消费者去买soundbar，所以他想说啊，那个soundbar听音乐都是很烂啊、垃圾啊，买那个就一下就坏了，一下就烂掉了这样子。为什么要买soundbar不买音响这样？但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就客观的讲说啊，你是什么样的需求？那你现在的听的音乐风格，你适合买什么样的产品？那其实你也可以买音响，你也可以买soundbar，但是藉由这样的体验之后，你知道它这样的差异之后，最后做出决定、做出思考的人会是消费者你自己。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空，来我们卖声音响可以。我觉得也算难得啦，可以听到就是音响跟soundbar，然后大家就会理解说，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样适合你的。哦，对，还没有讲说配的喇叭啦，就是一对就是上期我们所讲过的这个 B&W 的607 S2， 那另外一对呢就是 Wolfdale 他们家的一个入门的 Diamond 12.2 的一个书架喇叭。基本上这两对，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带里面，因为一个 B&W 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品牌嘛，就不用讲。那有人可能会讲说啊 ，Wolfdale 那个入门的喇叭怎么样不好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时候预算有限的时候，就是你要找出对应的产品，不是就也不是讲说便宜的东西就很烂这样子。有时候你也是就好像买车一样嘛，100万预算买100万的车，200万预算买200万的车，300万预算买300万的车。如果你天天都讲说100万的车子很烂，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这预算就只有这样子啊，那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买东西就是这样子，在你有限的预算内，你可以支配的预算内，不会让你痛苦的预算内，去选出一个最适合你的选择哦。那你做好了这个选择之后，我觉得剩下的要做的就是多听好音乐，多陪伴你的家人，多陪伴你的太太，多陪伴你的小朋友。毕竟我觉得买器材其实只是一时的啦，因为东西你说时间过去，东西都会一直进步这样子。那真正陪在你身边，永远的、永恒的是什么？是爱情，是友情，是亲情。就你买这些东西，只是要让你的跟他们朋友、家人、太太相处的时光变得更有价值，而不是为了让买这些东西就是一直让你烦恼，然后让你徒增很多的困扰。就我相信，就人生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买了好器材就要好好去使用它，就不要再想东想西了，然后努力赚钱，赚了多的钱之后，你自然的就会迈向更高阶的器材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就像买房子一样，你赚了很多钱就会买更好的房子。那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龙年行大运，然后继续的在支持我们麦斯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